的外表跟我的人差很多。真的，对啊，因为我那个，对，这真的很好笑，我看起来就很会把妹，但是我超不会。国中的初恋就这样没了。这个国中这个有一点很意外呢，真的是很蠢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录吗？一直都录，一直都录。今宵もようこそ北村酒場で会おうぜ。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哇，雨好大，雨好大，应该没有那么坏。这一集节目是由我们不是最好的店，但希望成为你最喜欢的店。北增家可乐米小料理屋，谢谢你的赞助。OK。嗨，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好久不见。嗨。OK 吗？可以。顺的，就是我，就是听你的人生啊，我的人生哦。我们是还是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一直很想要把你这个给拉好。OK。为什么？就是就你一直讲话，前后一直这样，我就觉得哦，我很难专心的吃了。太性感。怎么样的背景长大的呢的那种？我出生的时候，第一个张开眼睛，然后好像是看到我妈躺在那边，然后我爸这样看着，没有啦，乱讲的。我是小时候是这样，蛮认真的听的。然后医生打我屁股，我还哭了这样，没有啦。我是小时候在算是乡下长大，然后那个时候是彰化出生，所以我不是台北人。我是哦，你是彰化人？你不知道吗？真的我不知道呢。我是后来读书的时候才上来台北。哇，对。你就那个家族是就爸爸妈妈跟你。我前面还有个姐姐，但她跟我只差了1岁多一点点，等于说她生完她之后坐完月子，马上就怀我。对，所以只差了一点点时间。就是那属于赶进度的那。对，因为他们就可能想说2个人有伴，然后可能就生完之后就不要再生，然后也不想要年纪差太多，会有代沟这样子。因为有些可能就是姐姐或哥哥可能几岁，然后结果下一个10年以后，对，就有代沟这样子。到几岁是都在彰化？差不多到国小1、2年级的时候都在彰化。我家里真的那个时候是孟母3000。因为家里妈妈爸爸希望我有更好的读书环境，一直想要找好的学校，然后就想说，在台北会不会有更好的机会啦，然后更好的学区这样子。那从国小1、2年级读一间，然后3、4年级就转来台北了，然后就读一间，5、6年级再又转了一间，因为有直升嘛，你的某些学校可能直升，它的国中比较就是它会直接让你直升，不会有那个学区的问题。然后在上高中，因为你是直升，所以可能你的分数可以低一点，门槛可以低一点，反正他们就想很多，孟母3000这样子。所以为了你念书，然后来台北，然后为了你更好的，所以一直都是。算搬家吗？不算到搬家，直接搬。你当然不可能每天从彰化坐车到台北读书啊。那台北的时候是爸爸还是一样卖就是种树的？他还在彰化，然后我妈带着我跟我姐来台北生活，然后我们去读书这样。我妈就家庭主妇。这个思考是真的是为了小孩。对，就是非常的辛苦啊，对，但我没想到我后来不爱读书的。那小时候是会念书，也喜欢念书。小时候很喜欢念书，
一看就很有前途的。因为一般的小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玩啊，或干嘛的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是我自己会跑去读书，然后每天都很期待去上学。他们那时候都觉得我这个小男生很不一样。结果一上来台北没多久之后就坏掉了。国中就是开始不喜欢念书，然后蛮中二的，喜欢跳舞。那时候喜欢跳舞，就跳吗？对，然后喜欢表演类的东西，很好。其实现在想想蛮好笑的。唱歌？没有唱歌，唱歌是我从小就不唱。从小不唱，因为我变声，男生会有变声，长喉结嘛。你变声之后声音变很低，什么都唱不了，然后唱的被人家笑，所以我就阴影。就是你原本可能唱什么都可以，一变声之后，你好像做怎么唱都没办法，对，反正就被笑。那反正就是那时候国中就喜欢跳舞，上台表演，然后我们还会跑去练舞这样子，然后翘课跑去练舞，不爱读书，坏学生，真的是坏学生呢，因为师大附中没有这样子的学生，对吧？真的是很，但是坏也是，只做跳舞的话还好，但做别的坏事也有。没有那种打架，没有啦。毕竟这个学校风气真的很好。那个时候造型呢，也是比较造型就很正常，然后头发也是都剪那种100块那种，对，传统理发院男生剪一剪拿个剃刀这样，没有特别去做造型。那时候同学很多都开始那种卖潮牌啊，那时候还很流行那个板鞋，滑板鞋，但我都没有，所以家里还是比较不会给你那么多自由的那个嘛，就比如说零用钱或那些，没有那么多。然后，其实这样回想起来，我家还蛮传统的，就是因为我是传统大家庭，彰化上来的。然后其实这样想起来，对于这种东西蛮严格的，蛮严的。对于金钱的控管和玩乐的控管，是有的。比如说买东西就随便买，没有，就是买鞋子、买衣服。没有，就是对，都是便宜的、实用的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看到朋友都穿潮牌啊，同班同学都很多穿潮牌，然后头发那时候很流行日式嘛，然后干嘛的。没有，我就是一个跟那个短头发，看起来很傻这样子。像我小时候国中生不爱念书之后，就是开始走歪，就是打架啊，就是开始抽烟啊、喝酒啊的。你也不是这我不是这种路线。哦，对，就每天去外面跳舞。很好呢，只是不爱念书。那成绩烂到越来越烂这样子。但是应该要考高中吧？对，要考高中，但是就是然后我爸妈都是复兴美工的，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可能遗传，但像我姐姐就没有。我就是从小就很喜欢画画，然后也蛮会画的。所以那个时候原本想说，那没关系，好，那师大附中考不上，我可能考看看复兴美工。虽然他的虽然他要会画画嘛，但是他的学分稍微低一些，结果复兴美工也考不上。国中应该有谈恋爱过。国中，我真的超不会谈恋爱的。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某一个女生隔壁班的这样，还蛮漂亮的，然后我就去追她，传那个讯息，那时候还是手机打字这样，因为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这样子，想要跟你在一起，那就后来她就答应了，我也想说，这样可以答应哦，然后我，那是用简讯吗？简讯告白，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蛮荒谬，蛮荒谬的。然后根本没有跟他讲过话，就是一直传讯息而已，很烂。要是我是女生，我根本才不会
理这个男的，真的哦对你告白，然后你还用简讯跟我告白，如此没有诚意，如此不浪漫。哎，就他答应了，然后答应之后更好笑，他答应了之后，我完全不知道在一起要干嘛。你的目标是在一起，在一起之后不知道就我真的很喜欢他，我真的很喜欢他，我觉得他可爱，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在一起之后要干嘛。我也不懂要可能要约会，对，或者是陪伴，干嘛的？而且他家住我家旁边，我没有一次送他回家过。真的这么不浪漫？啊，也没有人教啊，那不然你第一次约会有人告诉你要干嘛？还是你第一次就很会？我不知道哎。我是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看电影交往，吃饭，回家，他跟你回家，没有，各自回家，各自回家。哦，我也是不知道的，所以就可是你还有吃饭、约会、对看电影，有那有人跟你讲说，在一起之后可以约会吗对？然后是还是你自己？那对我有问，你有问？你问谁？然后就同学，那他说像我是滋贺县，就是日本的乡下，所以我们是2个人坐车去京都吃个饭，看个电影。几岁啊？ 15。好厉害，我根本就不知道哎，那你们跟那个女朋友没有牵手？也没有牵到他的手啊，真的？不是每天打个电话的？也没有啊。后来他就跟我说，我家人觉得可能我们不适合，但我根本没见过他家人，你知道吗？因为我完全也没有送他回家过，干嘛的。然后我家人可能觉得我们不太适合，然后我们就先这样吧，就是分手的意思。然后我非常难过哎，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在难过什么，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跟他培养感情，就是也就是根本没有跟他约会。感觉你真的从小真的有一点对父母亲很乖的小孩呢。也没有啊，我国小就超叛逆的。哦，真的吗？啊，我国中开始就很叛逆，跟国小差很远。就我要买什么的那种。我没有哎，然后就是我比较他们钱这个东西真的都不会，但是就是我行我素，想干嘛就干嘛，不想念书就不念书，然后想要翘课就翘课，翘家就翘家这样子。我的外表跟我的人差很多。真的。对啊，因为我那个，对，这真的很好笑。我看起来就很会把妹，但是我超不会。国中的初恋就这样没了。这个很国难过中这个有一点很意外呢。真的是很蠢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录吗？一直都录，一直都录。不过我也是不能笑你，是我国3到国1在一起2年的。国1到国3是国3到高1哦，2年哦。嗯，结果我也是一样，就是连牵手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有他的身边的同学开始亲嘴啊，但是是他的同学就是跟我讲，就是说，你那个的那种亲他一下，对，结果越讲越觉得是不想的那种。为什么不想？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那种？我就反骨，为什么我要亲你？你叫我亲我就亲啊！我就感觉是，然后最后在一起2年没亲到。他有牵到他的手吗？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牵手是，但是我是比你好一点。那你比我好一点。我比我好一点，是我还有约会，常常送他回家。哦，你们还有聊天？对，面对面聊天。骑脚踏车，我们的距离是这样。你们是有听到对方的声音的。我们不是简讯的。而且我送他是大概骑脚踏车1个小时，就送他，然后我就回去，就感觉回去路上也是有，就是每天有1个小时，有一点谈恋爱的氛围的。你没有，我不知道要干嘛。
哎，那你的高中后来是念到华冈，对，人气有很旺吧？比如说学妹啊、同学，其他班的人都来，还不错，是真的，就是表演学校嘛，还蛮，就是蛮比较在意外表，毕竟要上台嘛，比如那个情人节收到被告白几个的那种。哦，是有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看起来比较有距离感。我现在是好很多了，现在比较圆滑、圆润。有吗？以前有哦，有吧？有，对不起，有吧？有，你干嘛对不起？有吧？有。啊，反正可能长相比较有距离感。对，看起来比较冷。所以比较少人敢就是直接跟我告白。对，但是还是有勇气跟我告白，然后都直接给人家不好的回忆这样子。所以高中你没有？你是开玩笑的吗？这样。真的哦，好坏呢，很坏耶。或者是你该不会喜欢我吧？不要闹。好坏呢你。你这个女生一定是很勇气。对，她一定是提起了很大的勇气才敢当面告白。对。结果我还跟她讲说，你该不会喜欢？你该不会要跟我告白吧？你现在要干嘛？你真的是中二，是真的嘞。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防卫机制。当你感受到，我可能对他没有就是没有爱情，可是他好像要跟我告白，不行，那我先发制人，先讲这样子。对，但女生也是很厉害的，对，她说对，我就要跟你告白这样。哇！但是我知道我们不会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哇，我觉得好厉害。你们班还有演艺圈的人？你说我们班后来有现在还在出道的吗？对。哦，有啊，有，也是演戏的这样子。谁？不跟你说，没有了，就是不同挂了。那开始工作，高中的时候有打工，我有去发过传单，然后或者当店员、服务生，干嘛的都有做过。然后对，那个打工的原因是就纯粹要钱呐。开始会想要赚自己的钱。对，因为我家里小时候对于钱或者是玩乐是比较严格的。我国中的时候，这个电脑的电动刚出来，然后呢，我是一个礼拜只能玩1个小时，1个小时哦。然后那个时候电脑是拨接的，你光是开机，网路连上线，你就已经大概15-20分钟过去了。然后呢，你有时候要玩游戏，结果它游戏要更新，4、5期要更新，然后就有时候可能1个礼拜连玩都没玩到。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反而让我对于电动这个东西反而有一个执着，因为从小你就是想得不到，对，然后结果后来长大之后，随便你玩的时候你就疯了。如果是你从小就是让小朋友就觉得你要玩就玩，那你要把书念完，随便你玩，而不是说你可能你玩你读完1整天的书，你可以今天有10分钟，或者是你1个礼拜有1个小时可以去玩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就是觉得说反正我可以玩就可以玩，然后不玩就不玩没关系，反正明天也可以玩，什么干嘛的，他不会就是1个礼拜只有那1个小时，等到的时候然后还要更新，就完全没玩到，1个小时到了，然后我没玩到不行，你要电脑关机这样子，就是他已经这个程式码已经写好，你这时候突然打开的话就疯掉了。每天玩，就一定每天玩啊，你怎么可能不玩？看每个小孩个性，你越限制他越得不到，他越想要。那你的高中是现在慢慢从喜欢跳舞到比较喜欢游戏？没有，我还是很喜欢表演这个，还是表演这个东西。学校也要练，然后外面也有练吗？我不晓得到底是学校就有，学校你都练不完。那有些人会去外面上课，但是真的蛮少的。学校教的东西很多，对，有这个传统的表演，传统的舞蹈，就可能芭蕾舞，
现代，然后爵士什么，然后也有街舞、戏剧课，音乐，还有做音乐的啊，或者是做衣服的，因为它里面还有我是演艺科，科里面还有分组，还有分 team， 你是什么什么组，你的课表跟其他的组的课表就不一样。我是舞蹈组，所以什么我都要学，或是街舞就好。都要学，都要学。舞蹈组你就是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真的是那个从小环境有差因为我家人以前是希望我读书，然后读书有一个好的学历嘛，出来找工作。结果我跑去跳舞，那个不太一样，那你就自己偷练，自己这种。然后有些在很多去读华冈的是，他们从小家里面就是要让他走表演的，所以从小就是让他上科班，那很猛。我一上去之后，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可能要觉得这最会跳的那之一，然后一上高中的时候变最烂的之一。对，因为人家是从小花钱上专业的科班去培养到高中的时候一进来这样子。就是他们觉得说你表演这个东西啊，就是从小就要培养，跳舞也好，或者是唱歌也好，或者是这些东西。第一次念华冈的时候有那种感觉有吗？打击是哇，台北很大的，或是我觉得觉得台北五颜六色是国小就上来就觉得，因为风情差蛮多的。但真的是上了华冈，就像你华冈才会发现。我这从小培养，跟你从小自己兴趣，然后就是自己练，真的是天差地远。专业跟不专业，真的天差地远。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就是自己的才华是原来是有这么低，我是19岁，低啊！我就是觉得哇操的那种。高中觉得大家觉得很好笑是这样，但是我就大阪19岁去大阪之后就哇自己超 low 的那种。但是我上高中之后，其实有个很大的转变，我从跳舞这东西转变到戏剧。一进去，因为我们是走舞台剧、歌舞剧，要唱歌、要跳舞，然后要演戏。一接触这个东西之后，开始我最喜欢的真的是戏剧这个东西。以前可能是喜欢一个表演艺术，一个艺术上面这个大范围。上了高中之后，你再接触到了，你可以去细分、切分出来。哦，原来我最喜欢的是艺术类的戏剧这样子。太老了。什么太老？他很帅啊，没礼貌没有，我没有，因为我爸的，哎呦，你刚刚那个。好，你刚刚那个反应，谈恋爱的时候聊得非常的开心，一亲嘴发现，胡渣那么多，你怎么那么丑？你现在终于讲出来了，你是个混蛋，怂，你才怂从来没有那么好聊，就你很呛啊。